好，今天要来拍的这影片非常的有趣。我先讲一下好，通常我对某个产品很感兴趣的话，我预期会开箱这款产品的话，我是不会先去店里试用这款产品的，我会把我碰到产品的那第一次留在现在拍摄影片的当下。但是这个东西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开箱，所以我之前有先去店里试用过，因为我真的很好奇苹果的 AirPods Pro 的 ANC 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毕竟它这个就是主动降噪大乱斗的元凶，所以我那时候有去店里试用过，真的是惊为天人。那我今天也没有想到我会拍摄这部影片，我们今天要来开箱就是这款 Apple 的 AirPods Pro， 这个真的是意外中的意外，没有想到我今天会拍摄它的开箱。我相信大家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在疯狂的在想说 iPhone 12到底长什么样子。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部影片上片时间点大概会是怎样，但是应该就是坐在 iPhone 的那个区间内。那我这部影片除了一般的耳机开箱以外，我也会跟大家讲说这个 AirPods Pro 搭配 Android 用起来的搭配性如何， Android 用户是否可以买这款 AirPods Pro。 好，那我们就来开箱看看吧。这个包装非常简洁有力，而且完全不需要刀子。那各位准备好了吗？你看这个盒子的紧密程度，就是刚好它不会掉下来，但是你也不会拿不出来，包装真的是错。打开啦 ，Apple 的产品，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腻了，就自己看吧。然后接着就是这一款，哇 ，AirPods Pro，OK，ANC 的大乱斗元凶就是你。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然后接着这个设计我觉得真的超棒，它就是这样拉起来之后，这个就跟着起来。然后接着就是大的和小号的耳塞，那原本的耳塞中的应该是在耳机里面，所以它多附了2组耳塞。然后一个充电线，这个是 Type C to Lightning， 这个 Lightning 啊，它是 Lightning 口，实在是有点令人绝望。所以其实配件非常简单，耳机本体加充电仓，然后额外的2组耳塞，一个充电线和一本说明书。这个有附信仰贴纸吗？这个就不会附信仰贴纸了，非常的可惜啊，信仰不够。看这东西太便宜了，没有信仰贴纸。好，那我们来撕这个膜咯。哇，就是一个很 Apple 的充电仓。它的做工之前有人说不太好，不过现在看起来是还 OK。它在缝线上好像也还行，没有到非常的不稳。然后接着它的孔是 Lightning 的孔，这是我最讨厌。不过它有支援无线充电，所以说基本上这样是可以充的，那就算了。反正耳机我也很少用它的快充的功能。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耳机的本体吧。充电仓大概就是这样，非常的小，比较偏胖一点，然后高度的话是比较矮。打开就是2个这个耳机的本体。我那时候在拿的时候，我就觉得它这个是没有到这么好拿，它这个就是有点滑啦。那整个耳机的长相刚推出来的时候，就会被大家嘲笑说很像喇叭牙，然后有点像吹风机粘到海苔这种感觉。外面的这个黑色是为了主动降噪的时候透气所使用。那我觉得它这个柄也比之前的 AirPods 1和2代短了很多。个人现在是觉得它的造型基本上戴起来是比原本好看。那底部也有做这个银色金属的环状，所以你佩戴起来在你耳朵那地方就会有这种亮晶晶的感觉。那这个跟 AirPods 最不一样的就是它是插在它是入耳式，所以大家看咯，有些人很讨厌耳塞式，虽然说我个人是蛮喜欢耳塞式。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它耳机的规格吧。虽然说苹果的用户可能一点都不 care， 它使用的是 H1 的晶片，然后有着主动降噪的功能。那续航力的话，单次最长是 4.5 个小时，那搭配充电仓可以来到24个小时。那如果你不开启降噪，单次使用可以达5个小时。那有着双麦克风的设计，它有一个外向式的麦克风，主要是聆听环境音，然后有个内向式的麦克风，是它可以把声音放入你耳朵之前，再一次消除它的噪音，所以它的 ANC 会很强，是这个原因。那它的防水等级来到是 IPX4。那通常到这边我就会结束了，就是我就会开始说，那我们就进入试用阶段，然后隔一阵再跟大家分享心得。不过因为这个是 Apple 的产品，那大家最常说的是什么？这东西连接 Apple 的时候非常的简单。放送事故啊，放送事故！大家最常说的就是这东西连接 Apple 非常的简单。那我这边特别把我家人的手机又再度干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连接的动画到底是有多流畅。好，这边是 iPhone 嘛，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开盒1。哇，真的很流畅哎，真的是蛮惊人。我才数到1，它就开了，然后它是这样子，会有一个旋转的，你看到没？那个3星大概是要超这种程度。你不要打开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4个图样，有点丑，就是为了这个旋转和这个连线的稳定程度，大家多付了多少钱啊？
好，那基本上就按连线之后，它就开始连线，然后就非常漂亮的跳出这个动画，哇，真的是很动画。然后就跟你讲说要怎么样去操作，不然关掉，再一次打开。好啦，跳掉了。OK， 反正 anyway， 它第2次连线就会跳这个是49%的电和52%的电。好，那我们就拿出来实际听一下。这个 ANC 的感觉真的是很惊人。然后这边就可以选说它的那个模式，你可以关闭，就会有一般的入耳式的耳机物理降噪。那如果你是开降噪模式的话，其实真的他妈超级安静，好恐怖。然后通透模式的话，会给你一种空气进来的畅通感。那我觉得他们做的最好的还不是这个，在设定蓝牙的地方，它可以来做一个耳塞贴合测试。因为有时候除非你真的用了很多副耳机，你知道怎样的音质听起来是正确的。那有些人可能不知道的话，他就可以用这个测试来看。我觉得这个测试其实还蛮不错的，蛮必要的。那基本上就是把耳塞塞进去之后，就点这个 play， 然后它就会开始测试，它会在耳朵播放一段音乐。这可能是因为我在讲话吧，再测试，它就写良好，那它就会在耳朵播放一段音乐，再透过里面的麦克风去听你收到的声音是不是有正确的，那进而去测出你耳朵的密合程度是不是好的。然后最后在开始试用之前，我终于把这个空间音效弄出来，我们来听一下它的感觉。哇，这感觉真的很妙，它有点像是，真的很像是这边有一台电视在播的感觉。你的头这样转的时候，它感觉很像是在空气中有一个地方在发声，就是你不会有那种是耳机的立体声，就是你耳机立体声要是在左耳的话，你转头它会跟着你动嘛，就是左耳它会这样转向。但是如果是这个空间立体声的话，它就是那个发声单体都在这，那你就会感觉到它就是没有动，真的很像是你在家里看电影的感觉，我觉得蛮恶心的，空间感很强啊。好啦，那这就是目前配对 iPhone 的一些测试。那接着的话，我就会拿来配对我的 Samsung S20 Ultra， 看一下 Android 跟 AirPods Pro 配起来的感觉是如何。好了，那我们就改天见吧。2000 years later。好，然后接着我使用了这个 AirPods Pro 一段时间之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的感觉。首先，大家最想知道的，虽然说可能蛮多人知道，但我自己最想知道就是它的主动降噪和通透模式的感觉如何。那这一款耳机的话，我觉得它最厉害就是这2个模式，主动降噪的效果我觉得真的是超级好。虽然说我还没戴过 Sony 的那一副，但是我频道上评测过的耳机来讲，我觉得它的主动降噪的效果是最好的。它戴上去的时候，你就很明显感觉到杂音少了非常多。那音压感我觉得还好，不会到不舒服，但是聆听的沉浸感真的超好。虽然说高频的噪音还是会穿透进来，不过效果我觉得真的很不错。有时候我想要一个人安静一点，就是放松一下的时候，或者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只想发呆的时候，我甚至会戴上它，因为它就会帮你把很多噪音阻隔掉，只开着 ANC 连音乐都播放。那这边我有模拟一段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就会像这样。然后透明模式的感觉，就是它的感觉真的很像是你没有戴耳机的感觉，非常的舒服。这个感觉真的会让你觉得说，就是非常的放心，因为你不会感觉有少听到任何周遭环境的声音的感觉，然后舒适度也很够。那 Android 的用户的话，只能在通透模式和主动降噪这2个模式中选择。不过基本上我觉得也算蛮够用的。那我真的个人很喜欢就是这2个模式，这2个模式的功能真的非常的厉害。好，然后接着就来讲一下它的佩戴感觉。我觉得它的佩戴感觉算是蛮舒服的，虽然说它是入耳式耳机。然后加上耳柄没有到之前这么长，所以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外观。不过有时候拿起耳机的时候，它的那个塞子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都会这样炸开。有人说是耳塞不符，但是我基本上所有耳塞我都试过，它还是会炸开。不过用久之后好像就不会炸开，非常的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有一点我想抱怨就是，到底是哪个白痴设计成这样？这个是一个圆形，然后你要这样拧，你这样子超级难拿的。我有时在捷运上就这样拿，然后就掉下去，超级难找。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取出的方式，因为它这个接触的面积不是很够以外，很滑手，很容易掉啊，非常的不舒服。接着我觉得它的操作算蛮有趣，它基本上这边是一个实心，也是按不了的，但是它在捏的时候，它会有一种透过声音让你真的有一种按压上去的错觉，我觉得很有趣。我在操作体验上，它就是还是不能再控制音量，那这点其实蛮硬伤，因为你在通透模式跟降噪模式切换的时候，它其实你需要的音量的范围是不太一样，你就必须一直去按你的手机去改变那音量，我觉得是有点烦躁。然后
连线的品质来讲的话，我觉得连线速度还算 OK， 就是你这样打开盒子它就开始连线。那如果是单双耳的切换的话，你双耳切成单或单耳切成双耳的时候，会有1秒的时间，声音会有点就是 fade out， 就是它会音量会下降，但马上就连回来，我觉得表现还算不错。那基本上延迟感啊，看影片我是觉得都还 OK。接着就是通话表现，那这边的话它是有这种收音感的设计，所以说这边就可以听看说它的通话表现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好，先来测试看看这个 AirPods Pro 的通话测试，然后人是在地底下捷运，应该是蛮嘈杂的。现在在马路旁边测试这个 AirPods Pro 的通话测试，那大家可以听听看说这款耳机的通话表现是如何，是不是听得清楚？好，然后最后就是音质的部分。那音质一直都不是 AirPods 的强项，这个我本来已经有心理准备。不过这音质我在听到的时候真的是，还是会有点吓到啦。我觉得它的中高音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不过它的低音的深度就很明显不足以外，我觉得它的声音在点对点的小鼓快速连击的情况下，会有点黏在一起。我不是很喜欢那个黏在一起的声音。那我想要它更清晰一点，因为我比较喜欢细节多一点的感觉。那开启主动降噪的情况下，它的音质会比较好，不过没有开就你也知道就是那样。我觉得买这副耳机基本上是买它的主动降噪、它的通透模式，并不是买它整个声音上的表现，就有点奇怪。不过这2个模式做的蛮好的，我个人是有被它吓到。那如果以一个安卓用户的角度来分享一下我这一阵子使用心得来讲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体验都还蛮不错，大家可以达到80% 苹果的体验。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良好的 ANC 的话，这一款真的很推荐。那不过在安卓的手机上就少了空间音讯，这蛮可惜的，因为我第一次用的时候真的觉得太特别了。那如果之后空间音讯普及的话，我觉得你在安卓的机器上的体验可能就会从80%降到60%吧，那东西真的蛮好玩。然后使用过程中，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是它的单耳的音量超级小声，就不知道为什么。那我把整个连线重置就好了。然后也有几次是右耳在降噪模式的时候，它会莫名其妙突然取消降噪，感觉很像改成通透，但是过一会儿又自己跳回了降噪，就是这个会有一些小小的 bug。不过基本上没有到太恼人，也没有到太影响你的使用经验，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Android 用户，我是觉得如果你很喜欢 ANC 的感觉的话，这款还蛮推荐的。好了，那这一个真的是蛮有趣的，就是现在有一款耳机可以把主动降噪做成这样子的等级。那我在用过这款耳机之后，我就更加的想用看 Sony 那款 WF-1000XM3 的那款耳机，因为听用那一款不论是在声音啊或者是降噪表现都是一流。然后这款 AirPods Pro 啊，基本上它原价是7990元，有点贵，但现在我猜可能是因为学生方案的关系，它降价超级多，你在6000多就可以在很多电商平台上买到全新。那 PTT 上的话，全新未拆封，我猜大概是5800、5700吧，所以基本上它的价格已经没有这么高，我觉得算是一个蛮不错的甜蜜点。那如果你是觉得世界太纷扰了、太嘈杂的人的话，你可以使用看这款的 ANC 的主动降噪，我觉得它应该会蛮吓到你的。好，那就是这一次 AirPods Pro 的开箱啦，虽然说玩了很多，但是也谢谢你看到最后。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帮我点个喜欢，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那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